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具人的频道，我是 Sandra。继2021年萨尔瓦多成为史上第一个比特币法币化的国家后，就在前天，根据富比士的报道，中非共和国即将成为非洲首个拥抱比特币作为支付货币的国家。那中非共和国数位经济和电信部长 Gorana Zako 以及财政部预算部长 Kolekesti Ningenango 发起并且提交了一条法案。那这条法案的目的呢是双重的，一是引进和创建一个管理加密货币和处理这些货币的机构，例如交易所、借贷平台等这种法律的框架。其次是透过此法案采用比特币作为支付货币，为金融部门建立一个有利的环境，以满足该部门专业人士和所有经济参与者的需求。Zako 还有提到，有了加密货币，中央银行就不再有控制权了。那他们的国民议会，也就是目前传出已经一致通过此项法案，振奋了市场。那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众多网友讨论，以及各大的币圈媒体争相报道。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根据当地新闻网站 Lesusami 报道，中非共和国的国会在4月21号的时候，确实是通过了此项法案，但是这项法案实质上是为了规范比特币的使用。报道中并未提及要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在法案内容被正式公开之前，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但是这项法案将通过应用项目实施区块链技术创新，彻底的改变中非共和国的数位基础设施。具体立法的通过，也就意味着加密货币即将成为中非共和国的合法支付手段。在拥抱加密货币之后，中非共和国也将会走向一条全新前卫的发展和经济道路，甚至连反对者都能够理解这一点，认为这项举动可以使国家获益。至于中非共和国呢，是一个面积大约62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位在非洲大陆的中心，为南来北往、东西行走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人口数大约是500万人。当地拥有大量的矿产以及自然资源。截止2017年，中非共和国的人均 GDP 位于世界倒数第一，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10个国家之一。甚至有研究表明，除了政治局势的动荡，中非是世界上最不健康的国家和最不适宜年轻人的国家。在现今疫情肆虐以及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呢，法定货币在全球都有着不确定性，就连长期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元，也在经济恐慌的时期受到许多金融著名的业界人士的质疑。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使用加密货币资产。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非洲的国家像是乌干达、奈及利亚、南非、加纳和肯亚等地，关键字比特币在 Google 的搜寻量就经常是名列前10。由此可见，其实加密货币在非洲的这块新兴市场是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发展的。那到底是什么推动了加密货币在非洲的使用呢？透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加密货币的用户使用 P2P 平台的比率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比特币占总交易量的 2.6%。至于为什么 P2P 平台在非洲如此受欢迎，很大的原因是，例如奈及利亚和肯亚这些非洲国家，以法律或者是命令约束当地银行不允许客户交易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服务。由于当地央行对于加密货币的管制，人们无法从银行的账户向中心化的交易所汇款。因此，他们就依赖于 P2P 的平台，借此确保他们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能够保存他们的储蓄价值。所以 P2P 平台的使用就成为了转移资金的便捷管道。但是这些都只是中产阶级的举动，想要赚钱的富人会选择比特币或者是其他更具投机性的加密货币。毕竟P2P 平台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不少的交易风险。随着非洲大陆中产阶级不断的扩大，非洲的无银行账户人口众多，货币危机也频传，
交易支付成本相当昂贵的情况之下，再考虑到非洲庞大的地域以及目前加密货币的低采用率，这些情况呢，都使得非洲对于加密货币市场的成长有着更大的空间。早在2018年的时候，币安便在非洲国家乌干达开设了法币出入金的交易所。当时赵长鹏就表示，从币安推出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有来自非洲的用户，他们实际上是非常的活跃，因此我们一直都知道非洲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赵长鹏也认为，非洲社会经济面临的阻碍常常是源自于多数的人没有银行账户。KYC 程序也是一大难题，所以基本上这也是非洲尚未被开发的原因。即使交易所拥有银行账户的支持，但是实际上可以使用的人数仍旧是远低于总人口数的10%。也因为是这样，所以赵长鹏认为币安可以在此处创造出机会以及途径。同时，他也认为加密货币交易所将在这个新世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在中非共和国将采用比特币为法定货币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赵长鹏于4月25号在 Twitter 上也发了一则消息，表示中非共和国采用比特币。另外，加密货币交易所 KuCoin 的执行长 Johnny Liu 也表示，比特币现在是中非共和国的法定货币，就像我们一直相信的那样，加密货币在非洲有着巨大的潜力。在现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支付以及货币的重要性，如何建立人们可以轻松且简单的进入加密货币领域的桥梁，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随着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正确的监管之下，我相信都会比没有任何人支持来得更强而有力。那究竟中非共和国日后会在怎样的情况继续走下去，我们都可以继续陆续追踪以及拭目以待。以上就是这期节目对于区块链新闻的小小分享，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帮我订阅面卷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